贤玲老师之前做民生新闻就多吗？我们其实每天的新闻当中都有一些板块是民生新闻的，对。那但是我的脸到后来就没有办法去一线去做调查类新闻。都认识，没法暗访的。哎，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你不觉得刚才那个调查锂电池，就是你的名字、形象都出来了，就是万一碰到是作案团伙的话，这个是不是也会有危险呢？是的，因为你牵扯到的就是他的饭碗，他的家庭，因为他的生计。对于民生类新闻记者来说，一定要敢于担当，敢于发声，亮剑。所以说我一直有这个信念，我觉得邪不压正。我们要让老百姓知道，还有这么一帮人在帮你们去争取着，在护着你们的周全。明显感觉到马老师是在一线选手。好，那我们再次感谢马老师，相互学习，相互学习。我真的可以说。好，那我们上午课题发布和这个马老师的介绍就到这里。哎呀，民生新闻，马跃龙老师，就是子琪刚才就说他身上那个气场有点不同，你什么感觉？马老师给我更多感觉有一点像民警，正气的那种，他五官长得就对，很正，然后身上有一种信念感。对，而且说话什么很直接，废话少说，废话少说，这种废话就不要说了。快刀乱麻，快刀乱麻。各位平时看民生新闻看得多吗？小时候看得多。小时候，我们小时候可能我们小时候跟你们小时候不是一个时间段。我们小时候各个城市有那种都市报，然后有很多这样的新闻，看起来就特别，就能抓住人的眼球。子琪小时候是电视上看的比较多。对，因为我们看浙江卫视，看的是，类似于1818黄金眼，很火，在网上也火。当时是很好看的一个民生新闻类节目。是的，是的。哎，俊林，你们课上是不是有专门的相关的课程？我们有民生新闻的那个课，然后一般有播报啊，然后也会有自己做片子的时候，然后我也做过那个民生新闻的片子。你做什么？确实不容易，就是要去采访，自己写稿子，然后剪辑，就是一整套流程下来，真的很不容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刚好那天早上上完民生新闻课，我下午去到一个商场里边，然后我在一个卫生间里。跟卫生间的保洁人员在卫生间门口聊了20分钟，然后我挖掘到了很多他身上的故事。我其实很想以那个切口做一条民生新闻，然后可能在我们课上面可能作为作业或者展示，但是他当时拒绝了我录音，然后说算了，我们聊过之后就好了，然后你就不要再往后进行了。所以说当时我也说那好，那我也没有录音，然后我也就没有往下进行了。但是那一次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刻，其实对我的触动还是很大的。他刚才在说到卧底暗访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们学校之前真实发生的一个情况。大3的实习生，就是武大新闻系，这个男孩也是我们辩论队的，很熟。他去实习，就被选中到富士康卧底。10年春，他卧底了28天，因为他的形象到整个民工的队伍里去毫无痕迹，然后写了一篇就是卧底富士康28天手记，然后他出来之后把新闻稿成文，南方周末就发了富士康的那10几连条的新闻，就是他在卧底拿到了第一手资料。你看刚才这样的报道，民生新闻很多时候是集中在负面报道，负面报道其实所有涉及到要暗访的都涉及到结怨。想想这样的新闻，如果是每天刚才说到播那么多条，得得罪多少人呢？所以你刚才说为什么他身上有那种极强的信念感，因为没有这种信念感的人做不了这么长的时间，他能支撑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在那种黑暗里匍匐前行，而且播出来他名字就出来了，脸也露了，是危险的。所以就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真的想到新闻不只是可能只有我们平时热搜上看到的娱乐新闻呐，或者等等，它背后有非常多真实的在生活中的民生新闻，这是要勇气的，所以真的非常不容易。看到马跃龙，我心生敬意，真的不容易。
觉得真了不起。我有一个同事，焦点访谈的叫曲长英，然后他就长得人畜无害的脸，特别适合当调查记者，然后学啥像啥，就扮演什么身份你都觉得他不违和。他去调查一个矿难事故，就到底有多少人遇难，因为就层层瞒报。然后最后怎么点清了到底有多少人遇难呢？就直接潜进了太平间，赎人，就搞清楚送进太平间的哪些是因病来的，哪些是自然死亡，哪些是这场矿难来的时间、署名字，然后和掉落在宿舍的一本矿工的通讯录一一做比较，然后数完了之后，再把这个通讯录上的人历时几个月去他们的家乡一一核实人还在不在。所以民生新闻看起来有些是家长里短，但是有些就是一家一家的希望。像您刚才看到他们一个人要做一整个流程，就采编播配，然后所有的细节都要完成的时候，您觉得对他们挑战最大的会是哪个环节？其实落实事实本身，对这些就是其实进入社会时间不长的实习生来说是非常大的难度。我们先不说你后面怎么解决、怎么推动改变、怎么提出观点，先落实事实本身，因为你得到的是一条线报，对吧？是线。但是你怎么知道说这个线报就是真实的事实呢？在不同的视角上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你记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民生新闻，有一个医生在电梯里劝一个老大爷说：“你别抽烟。”电梯里不让抽烟，然后医生就出来了，然后老大爷就生气啊，就吵架生气，然后过了几十分钟之后，老大爷突然心梗就去世了。我刷到过这个，对对对，有对，所以在这个新闻当中，请问新闻事实里面，谁说的才是事实呢？因为都是转述，对吧？因为在电梯里只有他们俩，对不对？那谁才是能够还原事实的人呢？我应该依据哪些信息来还原这个事实呢？所以落实事实本身，我觉得是民生新闻的第一要素。所以新闻伦理有一个多信源交叉检证，对，这个要素既必备，但是对于所有的就是新闻人来说也是个巨大的挑战，确实如此。好，那我们根据刚才权林老师的分享，我们知道这绝非易事，而且对他们来说，2天的时间，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时间有点不太够。2组，那到底他们现场的呈现到底如何？来到了新闻现场，又有什么趣事发生？来，我们一起看第2段 VCR。我们马上要开始我们的第5个课题了。非常不幸的是，我还会和玉哥在一组，当然是开玩笑的啦。跟我玉哥合作非常的愉快，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玉总的这个最终的成片。期待一下子泰一战封神。朗姿，我们商量一下不？我们的就是选题往哪个大概的方向选？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稍微符合一下咱俩的特点？对，就是我们两个做不了太沉闷的话题，对吗？我们要稍微轻松一点的。对，就是稍微轻松一点，然后呢又跟每个人息息相关，然后我们去进行一个解读，或者说是一个问题的解决，就带领着大家有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比较重要。可以。对啊。大家回自己座位，我准备发邮件了，每个人回自己的工位。回自己的工位，好吧。OK。没事，不用盯着，发之前会跟你们说的啊。先放松，准备接收邮件。我是邮箱的 VIP， 为什么不是我先收到？你坐1等座就能比别人先到吗？说得好。那我会先上车。它都是一样的道啊。邮件我已经发送出去了，现在是1点，要在下午3点之前把各自的选题确定好发给我。来了，选题来了，要开始抢了。
有一条清澈的小河，正对苏州河，每天下午有市民游泳，则安全隐患。也有。11号楼两部电梯，均在暴雨期间出现严重漏水，现被物业维修部负责人告知电梯早已到了报废期，这对居民人身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电梯漏水。家里老人76岁，被所谓的理疗养生馆洗脑，连续打了3次110报警，但他们手续齐全，110无法解决，打12345说要15个工作日。位于浦东新区路号商铺门口，常年都有2、3轮车占用人行通道，存放活禽进行售卖，每日凌晨4点左右都会鸣笛，十分扰民。活禽售卖。我要感谢一家饭店，在过去的3、4年里，风雨无阻的为我们独居老人和重残老人免费送餐送饭，这声感谢我们想大声的说出来。爱心饭店。这感谢正面的新闻报道。足球是一家全国性的体育机构，今年突然公告说无力经营，教学活动都停止。但是很多学员和教练也有感情了，教练想把续存的学生接下来，但其中的审批流程主要是资质据说很慢也很难。哇！谁先选完，我会在这个板上把各自组的选题写上去，选过就不能再选了。大家觉得这几个选题里边，哪个最难？最难啊！难度很难，难这东西难的地方不一样。反正我是觉得鸡是真难拍。我就想拍这个，就想拍这个。活禽一听好难。活禽交易的这个就得暗访。而且关键是养鸡的这个东西啊，你连线的时候不太好展现。对，他在中午直播间养鸡的早就走了，那个点都卖完了，人家都赶早市。现在活禽禁止活禽交易啊？对啊。所以就是菜市场也没有活禽，没有，整个城市都没有，只能卖那种冷冻的肉。对，你可以宰杀以后。真的很难，怎么弄？因为这个活禽是真绕不过去。他如果卖点其他农产品，你摆个摊儿，占道经营什么的，我们还能想想这个活禽。其他农产品的角度就可以拉开。对呀，我们就解决市民需求。是真难。活禽它有一个硬杠杠在这不能交易的东西。就是它的解太简单粗暴了，就是只能把它给取缔了，然后让它不能再来摆摊了。活禽交易这个确实难。然后好人好事就是这个唯一的问题，所有的声音都是一边倒。他要从这种再打破就是之前可能作秀，然后现在来再印证，又有2年的时间了，他还在没在送，以及送的人数是不是又扩大了？所以这条新闻实际上相当于是一个新闻人回访。有点那意思，重返现场。就是我现在坚定的认为，饭店和那个电梯选题是比较好做的。这个去的时候心理压力应该会很小，因为它是做一个正面报道。电梯呢，要想做好的话呢，就是要把楼上楼下的这些本来不关心此事的，或者是不愿意参与这项自治项目的市民，关注到这个电梯安全隐患的这个重要性。好，这个新闻好在它有解。这个是难，但是有解，可解。电梯这个比活禽交易好做一些。大家觉得体育那个怎么样？我觉得它很丰富啊，就是又有跑路的，倒闭跑路的，然后呢又有教练留下来的，要继续负责的，可以做教练和学生的感情。对呀，看看实习生们怎么选的吧。哇，这几个我听得头都大。开枪！可以讨论了吗？我觉得，就我们选这个，因为首先前段时间不是刚提出说要改电梯这件事情吗？我们就可以看在这个政策之后，这个事就现在是怎么做的。但是这个我们需要联系的人很难联系到。这个不难啊，这个你是一个是跟当事人联系，一个是我们去找物业，去找维修部的负责人，就是它主体很多。我是觉得第5个会更适合我们做一点。但是说这件事情它已经有了，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这件事情它已经有了。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它可以做一个延续。我是觉得它不够新，它就没有什么可做的内容，你懂我意思吗？但是就是要找个新的东西啊。你先让我想一下。哎呦我天哪，完了，这一组一开始正面起来了。已经抢了，第一组来了。啊，已经有人选了，看来是那个彭征他们吗？
哟，爱心饭店。爱心饭店。我是觉得最容易的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最容易。第5个。对。快，我确定。这个就是一定要快刀乱麻呀！天哪！那正面报道啊？对。我告诉你，正面报道不好报的，千万不要以为正面报道好报。是吗？就是你要挖到那个内心一暖，是个不容易的事情。这个对新闻稿就它的文笔啊这些有要求了。第5个被他们选了，就是你选那个。快选！我觉得136 OK 的，就是现在定一下。再想2分钟，30。我觉得他们讲话已经开始偷偷摸摸的了，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有那个话题竞争，生怕把那个抢走了。主要现在吧，天气热，然后8楼确实就很热嘛，然后再来这个问题解决不掉，其实是因为他们这几方会互相推责任，也还可以，还是让他有很多的安全隐患，比如说，对吧？我觉得我们选这个吧。我是觉得啊，电梯损坏我们怎么去拍？对，我们能拍啥？对，我们再想想，来呀。哦，来了，旁征，电梯漏水，犹豫就会败北啊，果断就会白给啊。你的电梯也被选了。 2组已经选完了，还有2组，抓紧啊！我们想做的2个都被选了，要命，2个都被选了。剩4个了，赶紧吧！再犹豫那个也没了。 4呢？如果4能采访到当事人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做的。 现场没有办法做呀，我们这现场明天直播播什么？现场我们就直播，比如说在这个范围内，每天晚上大家都会听到什么样的声音，然后我们听爆料人说，让爆料人去描述他听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但如果我们面采访他，万一那天4点没来呢？我们不是凌晨4点采访啊，不是采访，我们就拍片子，你得呈现这个东西吧？都是问附近居民要视频，他们肯定会拍的。如果没有呢？就你不能确定，你知道吗？ 这就得暗访，我觉得暗访是难的，我觉得我们不要碰这个。不要碰暗访是吗？那我……你先让我想一下。他担心也有道理。My God， 我们做6个吧，好不好？我觉得只要能采访到学生和教练的感情线，就能出彩。第6点我大概想了一下，哎呀，又撞了。我觉得首先。 它是一个全国性的体育机构，那它能开到全国，为什么它的资质一直批不下来？这是一个问题。如果像这种全国性的，它的资质都批不下来的那些小成本的小体量的，那他们的资质是有还是没有？能不能办下来？这是一点。我觉得体育机构这个我有想法，活禽那个我是没有一点想法。我觉得第6个话题我找不到突破口。你先让我想一下。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 他有学员、有教练、有家长，这个都是我们可以采访的。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多面的一个事件。我觉得6比4好做，6起码有拍摄对象，4的话我们就要暗访。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考虑的太多是也不好。好家伙，他们选6了，肯定。